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梵蒂冈档案馆中的时间之眼。梵蒂冈城呢，是一处令人心生敬畏之地。即使你并非天主教徒呢，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其宏伟的建筑、精美的艺术以及浓厚的历史底蕴。然而，在梵蒂冈的内部呢，却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场所，它深埋于城市之下，宛如一座地下堡垒，公众无法进入，受到武装警卫和最先进的安全系统严密保护。这就是神秘的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在由石头和钢筋加固的墙壁之内呢，是无数个保险箱、温控室以及总长超过50英里层层的书架。那在这些书架之上呢，珍藏着教会1000多年以来收藏的无数的文献、圣物、文物。而在档案馆的众多引人入胜的秘密之中呢，最令人好奇的莫过于被称为时间透视仪的一个装置。它是一个据说能够观看历史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事件的一个机器。多年以来呢，它的存在仅仅是一个传闻，从未有人找到过确凿的证据。但是呢，一位梵蒂冈的神父出版的一本书，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让我们一同探究这背后的故事吧。一名叫做佩莱格里诺·埃内蒂呢，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世界级的音乐权威和一位博学的学者。他精通多门语言，涉猎电子学、物理学，甚至神秘学。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修士。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命运的安排啊？这个佩莱格里诺神父啊，结识了一位来自于法国的弗朗索瓦·布吕内神父。他们当时同乘一艘游轮，沿着这个威尼斯的壮丽运河呢缓慢而行，水面平静，旅途漫长。于是呢，两个人慢慢的就攀谈了起来。他们都热爱语言、科学和历史，并就圣经的不同的解读呢展开了讨论。布吕内迫切地想知道圣经中的各种事件，他们真的到底发生过吗？这个时候呢，埃内蒂突然打断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解读的。埃内蒂说，我们有可能亲眼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用自己的眼睛来见证真相。而布吕内呢，以为埃内蒂在开玩笑，或者是只是在用一种夸张的修辞的手法，但他错了。埃内蒂谈到了一台他曾经参与研究的设备，它呢就隐藏在这个梵蒂冈的档案馆的最深处，一个最机密的区域。一台能够让操作者呢目睹过去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事件的装置，它被称为呢时间透视仪。而在某种意义上呢，它就是一台时间机器。你无法通过它进行时间旅行，但你可以对其进行编程，让它像电视机屏幕一样显示特定的历史事件。如今呢，我们几乎可以流播任何的内容，而时间透视仪的功能呢与之类似，只不过它流播的是过去。而这个布吕内神父呢，就被这个故事给震惊了。他了解了这个埃内蒂神父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人，而埃内蒂呢还博览群书，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教会中呢备受尊敬，绝不是一个会夸大其词的人。然而呢，埃内蒂却声称自己曾经听到了拿破仑和墨索里尼的演讲。他曾经参观过古罗马，并惊讶地发现呢，西塞罗的口才呢，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引人入胜。布吕内迫切地想知道圣经中的各种事件，而埃内蒂神父告诉他说一切都是真实的。他说他自己亲眼目睹了耶稣最后的日子，包括他的受难，他还看到了十诫的诞生、最后的晚餐、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城市的毁灭，以及呢圣经中记载的一切。布吕内显然对此呢表示怀疑的态度。即使埃内蒂聪明且才华横溢，他也不具备建造这种设备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而埃内蒂呢也承认自己无法建造时间透视仪，他呢只是得到了帮助而已。时间呢是在1952年，埃内蒂神父呢当时是在米兰天主教大学参与了一个项目，作为早期基督教音乐的专家，他正在研究和修复格里高利圣咏的一个录像带。在聆听其中一盘磁带的时候呢，学校的这个创作人阿克斯蒂杰诺·杰梅利神父就确信自己听到了他父亲的声音。尽管他的父亲在录音的时候早已经去世了，但这个杰梅利神父听到的并非是他已故父亲从阴间向他传递什么深刻的信息，而是更像是日常琐碎的那种事情。他的父亲正在与人争论鞋油的价格。这个杰梅利神父的父亲是一位制作和销售鞋子的鞋匠，于是杰梅利就认为呢，这是上帝赐予他的礼物呀。但是埃内蒂呢，当时却想知道这背后是否有科学的解释，因为过去人们的影像和声音是否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探究到它们的存在呢？这听起来就很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EVP 嘛，也就是电子语音的一种现象，就像我们微信聊天发送语音一样。那这项技术与我们现在所称的 EVP 或者是电子语音现象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啊。
由于杰梅利是宗座科学院的院长，他得以资助一个项目，于是他就想要探索聆听或者是观看过去事件的可能性。于是呢，这个埃内蒂就组建了一个由12个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团队，但他呢只透露其中2位的名字，一位呢他说是叫恩里克·费米，这位呢是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因费米悖论和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而闻名。那另一个科学家呢，则是曾经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后来成为了 NASA 局长的莫纳·冯·布劳恩。他说就像声音可以被压制到黑胶唱片上形成录音一样，埃内蒂就说他的团队呢发现光和声音可以作为能量的形式持续存在，而时间透视仪呢就可以通过一系列天线探测到这种残留的电磁波辐射，并将其转化为图像和声音。而时间透视仪的操作员呢，可以指定特定的日期和地点，然后呢，场景会在一个大型的阴极射线管上重现出来。布吕内神父听了这一切之后呢，显然对这个故事感到震惊，他就问这个埃内蒂这台设备后来怎么样了？埃内蒂神父就说一旦团队意识到他们发明了什么呢，他们就立刻将这一发明告诉了教皇。由于时间透视仪可以调节过去的任何时间地点，它可以被作用为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也可以揭露一些国家机密，用于其他手段。因此呢，当时教皇庇护的12世担心如果时间透视仪落入了坏人之手，可能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独裁统治。所以教皇就下令呢拆除这台机器，并禁止任何人谈论它。而埃内蒂就说这是他10多年来第一次谈论此事。而当时的布吕内神父呢也理解并表示同意。他就说时间透视仪这样的机器是极其危险的，最好将其隐藏并拆除。但布吕内呢对埃内蒂就说太可惜了，没有证据表明时间透视仪是真的有效或者是存在。而这个埃内蒂呢就对布吕内说我的朋友，我有证据。他说一个叫昆图斯·恩尼乌斯呢是一位作家和诗人，是生活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也就是公元前的239年至公元前169年期间。他通常被认为是罗马诗歌之父，在他的一生之中，他创作了大约20部戏剧和一部关于罗马历史的史诗编年史，但是市面上只有少数的文字片段流传下来。他最后的一部戏呢叫《埃斯特斯》，在他去世前不久，也就是公元前169年上演的。几个世纪以来呢，学者们一直对这部戏剧感到好奇，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呢是基于另一个作家塞内卡的著作，但埃斯特斯的实际文本除了几行诗句之外早已经失传了。而这个埃内蒂神父呢却利用时间透视仪在公元前169年访问了罗马，在那里呢他观看了一场罗马广场上的埃斯特斯的话剧表演。而精通拉丁语的这个埃内蒂呢得以转录，并在2000年后呢最终完成了恩尼乌斯这部戏剧。而这份手稿呢，他说他仍然保存至今。而时间透视仪的故事呢，又隐瞒了大约12年。然后在1972年呢，意大利的杂志多梅尼卡·德尔克里耶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台拍摄过去的机器终于被发明了出来。于是就有一些人认为呢，时间透视仪并没有被拆除，而是仍然在运作，并被教会用来监视和控制民众。而不久之后呢，有几张照片就被泄露了出来，其中呢就包括埃内蒂本人拍摄的一张，还有埃内蒂利用时间透视仪观看耶稣最后的完整的一天，也包括他受难的那一天。埃内蒂还说他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张，它显示呢耶稣与他的追随者同行并交谈，而这张照片呢也相当的引人注目。但是突然之间时间透视仪呢再次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所有的相关信息呢都被教会给压制了。到了2002年呢，弗朗索瓦·布吕内神父呢就出版了他的书《梵蒂冈的新谜团》，而书中呢就记录了他与这个埃内蒂的关系，并包含了更多关于埃内蒂通过时间透视仪的所见事物的细节，甚至还包括该机器的蓝图和埃内蒂神父的照片。而且这个埃内蒂神父呢是在1994年就去世了，但在他去世之前呢，他一直坚称时间透视仪是真实存在的，甚至还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信来声明此事。于是这个布吕内神父呢也在2019年去世。在他的一生中，他出版了多部关于神学以及与量子物理学关系的著作和论文。他曾经就这个 EVP 现象与灵魂沟通以及寄生虫学的许多不同方面发表过演讲。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呢，他也是相信时间透视仪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呢可能至今仍然存在。而两位备受瞩目的著名神职人员都坚称梵蒂冈内拥有有史以来最重要、最先进也是最危险的科学发明，而梵蒂冈呢却否认这一说法，声称他们都是幻想。那么到底是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呢？
其实时间透视仪的故事就让我感到挺困惑的。一方面呢，有很多细节很容易被反驳，但另一方面呢，这个故事却来自于看似可信的一个来源。埃内蒂神父广为人知，并且呢受到同行的尊敬。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教学和写作，他的著作呢也备受推崇。而这个布吕内神父呢，也同样是著名且受人尊敬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德高望重的人会冒着名誉扫地的风险编造如此的弥天大谎呢？他们又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而两位神父都说这台设备是曾经存在的，并且呢现在仍然可能在运行。但时间透视仪的传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呢，任何能够证实其真实存在的人都已经去世了，而这个故事中出现的那个费米呢已经去世了，而冯布劳恩呢虽然还活着，但从未提及此事。当然冯布劳恩呢有很多秘密，这是肯定的。而且公平地说，这个费米和冯布劳恩呢在战争期间和之后都参与了多个最高机密项目。现在呢与时间透视仪相关的照片有可能都是伪造的。而耶稣受难图实际上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教堂里的一尊雕像的照片。虽然这个布吕内神父说照片是真的，还有其他与这个时间透视仪相关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多年来最后附加到这个故事上的，并非是来自于埃内蒂。所以也有人说这些照片的出现都是一些都市传说。那至于埃内蒂对埃斯特斯的转录呢，也有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埃内蒂呢他大约写了有150行，他说这是完整的剧本，但是专家们非常肯定呢，这部戏剧的篇幅远不止于此，有可能有1000多行甚至更多。而且语言学专家呢也对这份转录不以为然，学者们都说其写的这个拉丁语是比较笨拙的，使用的词汇至少在200年后才会出现的那种语言系统中，所以无论谁写的都不是以拉丁语为母语的所写的这一本书。而且在1994年呢，就在埃内蒂去世后不久呢，有人自称呢是埃内蒂的远房亲戚，但不愿意透露姓名，也发表了一封信。这个人就说埃内蒂在临终前承认照片和他对这个埃斯特斯的写作呢都是假的。而恩里克·费米与这台机器呢也毫无关系，但他仍然声称呢时间透视仪却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远房亲戚就说埃内蒂编造了整个故事，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对教会感兴趣。但是也有些人说他们都不相信那些突然冒出来的远房亲戚，因为有可能是政府为了掩盖真相而找人出来假冒的嘛。而布吕内神父却补充到说，他坚称呢时间透视仪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埃内蒂没有承认时间透视仪的存在，他说那是因为他受到了教会的胁迫。因为很明显嘛，天主教会声称时间透视仪并不存在，但是在1988年呢，教会发布了一项奇怪的法令，声明呢，如果任何人发现类似使用时间透视仪的机器呢，将立即被处以绝罚。那如果时间透视仪是假的，又何必发布这样的声明呢？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时间透视仪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希望它是真的，而许多人也相信它是真的。很多信徒们说教会将时间透视仪视为机密，但偶尔呢也会用它来影响世界大事。这确实呢值得思考。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技术，能够让人类观看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话，我们绝不希望任何的政府拥有如此巨大能量的机器。但是我认为最糟糕的拥有这种技术的机构呢，那莫过于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而我更希望的是将这台时间机器呢公开透明，让所有的人呢都能够知道过去历史的真实性，这样才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